第一个问题呢是有关于 low 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 980x3D 啊，它这次的 low 帧提升很大呀。那么经过40款游戏的实际测试， 980x3D 的1% low 平均帧相比 780x3D 提升了 12.9% 左右啊，获得了非常明显的加强。那么问题来了，只所强调的1% low 平均帧，那它到底是个啥东西呢？据不完全统计，绝大多数的评测媒体都使用小飞机来进行一个帧率统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小飞机啊，它其实只是一个操控面板，真正起作用的是 RTSS。RTSS 呢，在 low 帧的统计方面提供2种策略，直译的话呢，分别是线性与积分。我们先来看一下最经典的线性算法，也叫平均数统计法。这种方法的测试结果呢，可以保证你测试过程中的 99% 的帧数都会高于 1% low 的结果。那 RTSS 的作者呢也提到，这是一种更传统的算法，它侧重的呢是整个测试过程中最低的 1% 的边缘帧数，然后呢再取一个平均值。而 RTSS 目前默认采用的是另外一种所谓的积分算法，也叫时间性统计法，这是目前各大媒体都在用的方法。它的测量结果呢，可以保证你在测试过程中的 99% 的时间游戏的帧数都会高于 1% low 的结果数值。那 RTSS 的作者呢，也更喜欢这种策略。他在文字描述中呢，特意强调了这是一种计算起来更复杂，但是呢更有代表性的算法。你听起来不错是吧？貌似要比上面的传统算法要更好啊，而且还可以更能直接观测到最卡顿的数据。一直是有一个观察点，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厂商们他们是怎么做的。就像红蓝两家的 CPU PPT 只放 1080p 成绩一样，事实上啊，游戏公司自己写的 benchmark 程序大部分也没有写清楚它是怎么算的，它只写了 1% low， 只有旗杆2这里写的是非常的清楚啊，它就是记录帧率中最低的 1% 的帧数，然后计算一个平均值。那这也就是我提到的线性算法。那么为什么游戏公司的 benchmark 程序不用看起来更好的时间性算法呢？这是因为啊，对于游戏的 benchmark 场景来说呢，时间性算法的局限性与随机性实在是太大了。你想一下，一个 benchmark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1分钟左右，那60秒的 1% 是多少呢？ 0.6秒啊！这么短时间内累积的卡顿，你说句难听的，你测10次，10次的结果都会有比较大的误差。那如果 benchmark 的时间呢，你再稍微短一点，那基本上你都可以当成最低帧了呀。而且这种卡顿很可能是游戏引擎优化太烂导致的，跟 CPU 其实也没啥太大关系。所以说呢，游戏公司也是仔细考量过才做出决定的。我个人认为，时间性算法它的优势区间呢，至少要达到10分钟以上，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否则时间过短的话，那真的就是图一乐了。那试问各位评测人员，你怎么可能一个游戏一个分辨率就要跑10分钟以上，而且还要全程保证测试路径是完美的、可复制的？因为你不能用 benchmark， 那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时间性算法呢，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优势区间呢也会逐渐消失，因为你的时间如果过长的话， low 帧与线性的数据也几乎会相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个人觉得线性测试反而是跑 benchmark 时更有价值的算法。而且呢，它也是绝大多数游戏厂商的内置选择。所以说呢，很早之前我就清清楚楚的标明了我的成绩是 1% low 平均帧，而不是积分帧。那另外的话呢， low 帧测试的坑爹地方还不止于此啊。首先，很多人使用小飞机进行测试，测试的开始与结束都要手动摁一下，那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把误差翻了2倍啊，因为你很难保证每次测试的时间是完全一致的。而像开 FrameX 这种专业软件呢，你可以自己手动输入测试的时间，只需要开始摁1次就可以准确的进行记录，可以完全规避到小飞机的第2次的手摁误差，是更为优秀的测试方法。那另外呢，我还观测到你在摁下按键开始记录帧率的一瞬间，帧数可能会受到一个不稳定的影响。比如说呢，各位在视频中看到了帧绳曲线现在的一个小尖刺，就是我摁下了开始记录按键导致的。就这么一点点的波动，它都有可能坏了一锅汤。所以说呢，为了规避这个问题，开 FrameX 呢，它还可以设置帧率捕捉延迟，也就是说呢，
你摁下去按键之后，它可以延迟几秒钟再去记录。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再次降低测试过程中的误差数值，让你的结果呢更精准。此外呢，每个游戏的 benchmark 时间都不一样，那我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都需要评测人员做非常全面的规划。这些方面都提前做了很多大家看不到的幕后准备。试问各位兄弟们，你们平时呢也看了不少评测，那这些细节真的有那么多人注意到了吗？那更别提上期我已经提到过，过于复杂的 OSD 功能呢，以及数据的高采样率，它也是会影响 low 帧的。所以说呢，low 帧这个事情真没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还是要更仔细的去观察。那这里呢，我再说一个小技巧 ，RTSS 你把这个选项从无限改成循环之后，就不用手动刷了。比如说我这个 COD 现在呢在着色器编译，帧数呢很卡 ，low 帧呢很低。但是渲染好之后呢，因为循环刷新 ，low 帧的数据很快它就正常了。但是电脑评估游戏性能复杂的地方呢，它在于它并不是说1%low 帧高玩游戏就一定万事大吉。最稳妥的方法还是要把真生成时间的原始曲线给拉出来，进行一个对比。我以 PUBG 为例吧，首先看平均帧率方面呢，相同的录像回放 980x3D 的帧率曲线明显更高，那越高呢，它就代表帧数越高。而 780x3D 呢，我们可以看到还存在一次掉帧的情况， 980x3D 呢则不存在。在没有对数据进行任何对齐处理的前提下，两个曲线的波动呢近似程度还这么高，说明这是一对抓取时间很准的数据。实际的真生成时间原始数据曲线方面呢，黄色的 980x3D 明显的整体底盘更稳，而且即便是因为游戏引擎问题出现的帧数波动，无论是次数还是最高值，都要比 780x3D 更为优秀。因此我们可以认定 980x3D 的帧率稳定度表现确实是要比 780x3D 来得更好。在最后的实际统计环节呢，我还同时加入了2种 low 帧计算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哪一种算法， 980x3D 都遥遥领先于 780x3D。 因此贴吧几天前谣传的什么 980x3D low 帧不稳定，那纯属是瞎说，大家千万别信。3个月之前 GN 发布了一条视频，用将近50分钟的时间详细介绍了 Animation Error。不过 Steve 的视频非常硬核，语速也快，一般人很难看进去。 The charts and what do I find out, Vitaly? What do I find out? There is no frame time problems. The frame time problems don't exist, okay? 所以我来给大家英译中详细剖析一下这个新东西。众所周知啊，视频的帧间隔是绝对稳定的，60帧就是 16.67 毫秒。理想环境下，我们希望玩游戏的60帧，每帧的间隔也是固定且等距的。但实际上，由于游戏的引擎优化不佳，或者硬件性能不足，总有一些帧要么落后，要么抢跑，没有在它该在的位置上。在 GN 制作的 demo 中，绿灯代表标准位置，帧间隔呈完美的匀速运动，加速度为0；红灯代表游戏帧的实际位置，属于变速运动，帧间隔差异大，加速度也变化频繁。我们把实际游戏的帧间隔与标准的时间差值就是 Animation Error。数字如果是负数，说明帧慢了；如果是正数，说明抢跑了。它的绝对值越趋近于0，说明帧的均匀度越好，越不会产生虽然帧数高，但是手感很差的问题。传统的1% low 帧更像是线段的端点，只能看极端情况的性能表现。但从 low 帧到平均帧乃至最高帧，这一整段的游戏体验就无法准确评估了。Animation Error 通过帧间隔加速度检查的方式补足了这个缺憾，是 PC 评测上的新里程碑。这里还有一个需要思考的地方，越是高帧越容易出现 error， 因为单位时间是固定的，帧数过高，每个帧的容错率就会低很多，而低帧率下帧间隔相对更长，相当于一个人重心低，底盘更稳，而盖高楼的想获得同样的稳定度，自然难度更大。不过这也是我们测试的意义，如果仅仅是帧数高而帧均匀度差，那就会导致手感差，就无法称之为优秀的游戏体验。这也就是为什么游戏机的30帧比 PC 的30帧体验好的真正原因。侦探频道现在正式加入 Animation Error 的支持，并且我把它重命名为 diff， 用差异这个词汇代替冗长的原词。这时候有观众问了，你上面这个 lag 又是什么鬼？我们都知道动物是有自适应能力的，温水煮青蛙这个典故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动物对激烈变化的事物很敏感，但是对变化缓慢的事物不敏感。前面的 diff 指标是哪怕 0.1 毫秒都要标出来的绝对参考评价体系，但是现实游戏中，只要你帧不偏离标准值太大，玩家是可以自适应的。
玩家能接受一个相对稳定的帧数下滑或者上升，俗称软着陆。玩家接受不了的是短时间内帧数不均匀导致的大波动，因此 lag 指标应运而生。lag 会统计过去 0.5 秒内其中帧生成时间大于平均值 2.5 倍以上的帧，把它的帧生成时间与 0.5 秒做比值，就是 lag 的百分比，表示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忍受的巨大卡顿百分比。所以你可能经常看到 diff 指标一直在跳，但是 lag 雷打不动的情况。侦探频道现在推出2个新指标给大家参考，希望可以对大家提供一些帮助。首先 DNF 现在支持 DX11 了， CPU 优化好了很多， 9850X3D 提升 2.76%， 相比 285K 的话有 32.18% 的优势。而且从 lag 与 diff 来看， 285K 在帧率更低的前提下，均匀与稳定度均不如 X3D， 彻底拉完了。 CS2 现在对 CPU 压力也很大， 9850X3D 默认状态下与 9800X3D 的固定频率逻辑不同，它会随着负载在 5.4 到 5.6 GHz 之间动态调整，电流强与功耗强还是限制的很严格。不过即便不能 5.6 GHz 全合， 9850X3D 依旧可以获得 4.66% 的提升，相比 285K 领先 34.84%。在均匀稳定度方面， OSD 看起来三者没有太大区别，但高手过招差距都是很小的，所以必须进行深入测试。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diff 占比了， X3D 渲染的帧数更高，位置出错的帧占比更少，非常优异的表现。不过这个图看起来有点难受，用1减一下可以得到精准帧百分比，这看起来就舒服多了。这里 285K 乍一看似乎差距不大，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篮球运动员投篮次数比 9850X3D 少了 34.84%， 命中率还被领先了 2.35%。 不仅仅是 low 帧更低，中高帧的体验一样被爆了。在玩家对硬件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这种帧数深入分析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呢做的还是不错的话呢，欢迎关注、点赞、3连支持一下侦探频道，这对我帮助很大。那如果你还想大力的支持频道发展的话呢，欢迎加入频道的充电会员。我们每期视频的无压缩高清 4K 版本将会作为回礼送出，感谢已经所有充电的会员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吧。